死者乃是中毒而亡。啊？怎么会是中毒呢？周莹，周莹，现在俺家有啥话可说？来，夫人。 你是个歹毒的女人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你个老婆子，你疯了！你竟敢打她！你难道不知道她肚子里怀着你们家的孙子啊？谁知道她怀的是吴聘的，还是王世军的？哎，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这你哪儿冒出来的？打的就是你！你谁呀？你是？你怎么着？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捆起来！跪下！不会说我咒你全家！你我让你骂我！把他给我带走！你肚子里的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！快请大夫！你别装了你！娘啊，快请大夫！请大夫！请大夫！大嫂别管他，他在这装可怜呢。他这不是装的啊！再等一等，再等等，再看看。秦大夫。 老子，来人！秦大夫，秦大夫，快请大夫！少奶奶醒了，人醒过来就没有问题了。我先来开个方子，再配上东阿阿胶，好好调养。他失血过多，需要补养身体啊。杨大夫，我的孩子呢？ 好在少奶奶还年轻，只要尽情的调养，身体还可以恢复如前。出来。杨大夫，孩子保住了吗？对不住，对不住了。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老天爷这样惩罚我们？老天爷呀！大嫂，大嫂，你生了老爷，生了吴聘，现在又把吴聘唯一的骨肉，大嫂，给烧了。你最近不要我们活了吗？事到如今，他怀着是谁的骨血，咱们还不知道呢。大嫂，大嫂，先别忙着哭，后边的事儿还没完呢。二哥，老四，你看那毒杀亲夫的淫妇周莹，该如何处置啊？真是他害死了吴聘啊！
证据确凿，不是他还能是谁啊？娘，赶紧报官，追查凶手。别贼喊捉贼了，你就是凶手！你为了跟王世军在一起，下毒害死了吴品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杀了吴品，证据呢？我有证据。那天，少爷从树上摔下来后，我们把他抬到了外面院子里，然后少奶奶她去屋里面拿了一些药水，给少爷灌下了。少爷喝完之后就断气了。你给吴品灌了什么？娘，那是救命的药水。救命的，是梁大夫给的，还是董太医给的？那药水是那传教士给的。你说的是那个洋人吗？是。你居然给吴品灌了那个洋人用婴孩尸体炼的药水儿？原来你和王世军早就勾搭成奸，然后谋杀亲夫，用那洋人给的药水害死了吴品。娘，那药水是约瑟夫从西洋带来的。之前吴品昏迷，就曾用那药水唤醒，十分灵验，绝对没有毒性。胡说！洋人的东西全都有毒。娘，二叔，那药水之前救过吴品。二爷、三爷、四爷，王世军醒了。好，太好了！二叔，我要见王世军。也好，当面对质，一清二楚。王世军，这砚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世军，这方砚台是不是你偷去当的？这是一堂大印，是不是你偷了交给周莹的？说。看，我说对了吧？王世军，你是不是脑子还没清醒啊？王世军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跟周莹勾搭成奸了？是。你看，你可知道你说了些什么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起来说话！为什么？你说话不要走！你别走！你跟我说清楚！你给我说清楚！大家都听到，铁证如山。周莹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们对王世军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东爷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做，你内心为什么这么狠呀？我没有！为什么娘？娘，你怎么那么糊涂？你不要叫我娘，我不是你娘！娘，你怎么那么糊涂？明摆着，他们就是为了夺走东岳的财产，陷害我，害了我孩子。我若被他们害死，你也不会好过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骗我了，还我
这个淫妇给我拖出去！谁敢碰张奶奶？谁也不许碰张奶奶！走开！放了你了，夫人。臣妾在拿性命保证，少奶奶和王世军绝对没有半点私情。这个下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再说话？来人，快点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抓出去！张嘴，张嘴，张嘴！你是冤枉的！杀了吴聘，杀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现在又要来杀我！我就算变成鬼，我也要回来报仇！事到如今，也顾不了什么家丑不外扬了，报官吧！别报官了，对待这种毒死亲夫的淫妇，直接沉塘！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刚才听见南院的夫人在里边喊，要把周莹直接沉塘。这个淫妇口舌十分了得，报了官，说不定还从轻发落，不如直接沉塘。大嫂，你看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命抵一命。哎，老四，你也这个意思？哎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别说害死了吴聘，就光通奸一项就该沉塘。那就直接沉塘。二哥，开神堂吧。开吧。将周莹、王世军押上来。老三，你来吧。好。泾阳吴家第5代孙喜周氏，出身寒微，本性粗鄙。经查实，周氏与奸夫王世军为达到长期媾和的目的，竟至毒杀亲夫吴聘，丧心病狂，罪不容诛。吴家列祖列宗在上，为清明加封，告慰冤灵，现将淫妇周氏沉塘正法，将奸夫王世军逐出陕西，永不回还。开马！走。走。救救周莹嫂子吧！怎么了？爹他们要把她沉塘，说她下毒害死了我平哥哥。带我去。
可是还有啥话要说？宝来，我做鬼之后，第一个就来找你。一个立马就死的人，说话还这么张狂的，我就先送你去见鬼去。准备！等等，等等！吴泽，你来干什么呀？爹，这里有冤情啊！大侄子，你竟然替这个淫妇喊冤！吴泽，这事儿已经铁板钉钉，你就别节外生枝了。大侄子，这仵作已经验过尸了，这对奸夫淫妇都已经招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点都不冤他。爹，我亲眼看见吴平哥哥和嫂子相亲相爱。住嘴！这是你一个女王该说的话吗？爹，如果周莹要杀吴品，那当初为什么还要挺身跟吴聘成亲呢？贪图东院的富贵。爹，吴聘葬礼那天，周莹痛不欲生。那无论如何，下毒的人也不是周莹啊，都是装的嘛。大哥，姨妹妹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有人一心要我死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行了，吴泽，这没你的事儿，带着妹妹走吧。陈涛，住手！嫂子，住手！回来，吴泽。大嫂，大嫂，东院的孽灾终于消除了。快来扶走啊！吴聘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吴聘，大侄子，你睁开眼，看一看。听一听，你的仇，你二叔、三叔、四叔，你三婶儿，给你报了。大侄子，三叔心疼。小姐，是有爹的消息了吗？不是。那怎么了？我听说了一件关于吴聘少爷的事。快说。吴聘少爷是被人毒死的。啊！下毒的那个人是周莹。是他。而且他被吴家已经成堂了。原来是他，原来
然是他呀！吴聘中毒身亡，是。下毒的是吴聘的夫人吴周氏。周莹，她为何要毒杀吴聘？听说那个女人有个奸夫，为了跟奸夫长久欢好，就干脆杀了吴聘。我若将你判回给沈家呢？无论赵大人怎么判，反正我就是死，也要跟着吴聘。不对，现在这案子情况如何？这个案子已经结了，吴家族人已经将周莹沉塘，将奸夫放逐。这么就结了？陈塘，哼，一尸两命啊！呵呵呵，吴家东院的人也够狠。他们以为在给吴聘报仇呢。这样也好，大家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老板，我师兄叫人送来一封信，说他不想干了，想上岸，想让我帮帮他。可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得问贝勒爷。哎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我是没有办法了。屡试不第，只能加倍勤勉。你还取笑我？我整日俗务缠身，焦头烂额，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敢取笑你啊？那你今日怎么又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呢？我今日也是为了公务到访。我听说吴聘之死其中另有文章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白氏啊，这是我们吴家的家务，你就不要再追究了。这么大的命案，又在我的管辖之下，怎能不追究？那个周莹，我倒是见过几次，的确是放浪形骸、不安于世的女子。但若说她杀人，我真是不信。我也不信啊。但是所有人都说是他杀的，我又不由不信。你们应该报官，家丑怎能外扬啊？我怕冤枉好人，放过真凶。吴聘死了，周莹也死了，说再多没有用了。是啊，自打我来了泾阳之后，接了几个案子，都是无头公案。现在又多了一个死得不明不白的周莹，真是让人憋闷。我屡考屡败，屡败屡考，这才是真正的憋闷。哎，对了，明年乡试，你准备的如何？我对他烂熟于心，但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听天由命吧。
终于死了，但是你也不在了。我到底是该开心，还是伤心呢？大仇得报，可是这世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，生又何患呢？吴聘哥哥，都是我的错。当初你娶的就应该是我，那后面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。如果我能够早一点狠下心来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可是现在太晚了。醒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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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云阳的一个小宅子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因为你智勇双全的爹，我被吴卫双绑起来后，看你晕倒被抬走，我就跑回东院去救你。我亲耳听到了，要将盛产这陈塘。陈塘？什么？真的？当我听到你要被陈塘，你爹我当机立断跑到沈家报信。圣爷，圣爷，哎呀，圣爷呀，圣爷，哎呦，快救救周莹，快救救周莹啊！陈塘。人家沈清仪呀，真仗义，把能当的都当了，凑钱租了这么个小宅子，还派玲珑姑娘过来伺候你。少爷，
他呢？在里面，已经醒了。唉，你说你死都不要我救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救你的人还是我。你说你死都不回沈家了，可是到最后呢，你还得给我乖乖的回沈家。你还要我跟你回沈家？那不然你现在能去哪儿呢？不过我都想好了。等你身子好一点以后啊，我就给你换个名字。跟外人呢就说你是我新买来的丫头，再过一阵子我就去跟我娘说，让你以后都跟着我。你还要我跟你？吴聘那一段啊，只要我不在乎，我娘应该不能说什么。你不在乎，可是我在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跟你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命是我救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来吧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？我给你。周莹，你以为我救你是因为那个是吧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无以回报，唯有这身子。姓周的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如果我想要女人的身子，我想要多少有多少，我才不稀罕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心甘情愿的跟着我。不可能。你既然可以心甘情愿的跟着吴聘，为什么不可以跟着我？我哪点不如他？你哪儿都不如他。他是个死人。他没死，他在我心里永远活着。滚！要谁你马上给我滚！少爷。人家刚刚救了你一命，我还他一命就是了。就算你不愿意跟他，也用不着把他气成这样。你不是擅长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吗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每次见着他都这样。或许我和他天生就犯冲了。谁？
二少爷，还追吗？不用了。兵部传出消息，说最近一批军需膏药和以前比，药效差了很多。我查了一下，以前的膏药都是由吴家东院供应，最近一批换了沈家。兵部怀疑这批膏药掺了假。吴家东院的案子刚刚尘埃落定，沈家再大的案，也不至于在这个档口上重蹈覆辙。老师前日吩咐之事，学生已经查明，沈氏药材行的确有偷工减料之事实。这里只有药材，没什么可偷的呀。殿堂里倒是有些货款，或许是从那些银子来的。银子丢了吗？没有。也许就是一个贼而已。赶紧开工吧，要是误了交货，才是大事。是。爹，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贼。何以见得？他身手极其了得，我根本不是他对手。肩上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你也熬了一宿了，回家歇息吧。给。谢谢。这也不知道你哪里好了，这二少爷就是对你念念不忘。你昏迷那2天，你不知道二少爷有多着急。怕吴家的人知道你还活着，大夫都是花了大价钱从山西请过来的。还有这东阿阿胶，听那大夫说，当年太后患有血症，胎儿差点就保不住了，就是当时的东阿县的户部侍郎建议先帝给太后喝这个，才顺利产下同治帝的。这可是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。你嫁过人，还怀过孩子，二少爷一点都不嫌弃你，还打算收你做姨奶奶。不务斋里的丫头，哪个不羡慕啊？你居然还一口拒绝了，真不知道你怎么想。我不喜欢他。为什么？二少爷那么好的一个人。他好吗？
师傅，您这是在给军需订单的膏药配料？是的。这膏药是止血化瘀，专治刀剑损伤的。是的。这是配药的方子。是的。户部的军需订单文书在哪儿？啊，二少爷，在这儿呢。这儿。为什么这文书上的膏药配方有血节，但我们的膏药配方当中没有这一样？你知道吴家怎么出的事儿吧？那你还这么做，你是不是想害得我们沈家也家破人亡？是老爷让我去掉的。我爹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爹。这个时候你不在药材行帮忙，你跑回来做什么呀你？爹，军需药膏当中的血节，是不是你让韩掌柜给去掉的？你知道了？你明知道那膏药里边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血节，你把它去掉了，那止血疗伤的效果不就没了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那么做？这是杜老板要求的。他要求的。血接太贵了，如果实打实的做，我们根本没有利润，所以我们商量了很久，就决定把血接去掉。那我们这金疮药不就成了一张废纸了吗？朝廷和法国已经和谈，以后不用再打仗了。这治疗刀伤、枪伤的膏药送到了军队里面，也等于一张废纸。那过2年再打仗呢？2年之后，再有奇效的膏药，也是一张废纸。爹，像这样子的货，我们就根本不能交出去。交货的事情由杜老板负责，我们不用操心。他有那么大本事啊？这事儿不用你管。但是爹，你别忘了。吴家东院是怎么出事的？吴家东院和我们沈家能相提并论吗？那吴伟文还有大人物撑腰呢，但是一出事，不还是家破人亡吗？沈心怡，我让你去药材行是干嘛的？打杂的。那你好好回去打杂吧。爹。杜老板，这万万不可呀！大不了这生意，我们沈家就不挣钱了。你们沈家可以不挣钱，但是贝勒爷不能不挣钱。沈老板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贝勒爷当初为了这张订单下了多少功夫吗？你难道想要贝勒爷赔本帮你赚吆喝？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就成了第2个吴卫文了。沈老板，还有我在呢。当初我既然能够把真的说成假的，现在我也有本事把假的说成真的。把真的说成假的？难道当初东院……你听我说，当初贝勒爷可是下了血本替你儿子报仇的。如果你继续不思报效，那你就是第2个吴卫文。哎，你不能进，出去，出去！杜老板，哎呦，新义兄，你来了正好，来来来，我新得了一个紫檀鸟笼，你帮我看看，不错吧？哎呦，真挺好的。哎呀，但是我今天来呢，是为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儿。哦，还请杜老板您
把那血节加到京冲料里去。你怎么管起这些小事儿来了？这不是小事儿，是大事，可能会酿成天大的祸事。你爹没告诉你，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说了，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？那为了这点小钱，要是砸了我们沈家的招牌，太亏了。哎呀，有我在，你们沈家的金字招牌谁都砸不了。砸不了也不能这么干，只有下三滥，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。你看啊，我这些鸟都是刚出壳的，所以说，我如果不喂它们，它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说我喂什么，它们就得吃什么，就更别想挑肥拣瘦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去年啊，我养了一只鹰，哎呦，那真的是只好鹰啊。可是它到处乱飞，不听话，最后怎么着？没办法，我只能把它给……哎，杜老板，啊，对不住了。我什么都爱玩，就是不爱玩鸟笼。这沈家二少爷很桀骜不驯呢。桀骜不驯的东西，一般就只有2个下场：要么驯，要么亡。玲珑，有没有人家了？看上谁没有？四叔帮你说去。我们当丫头的这种事儿哪能自己做主啊？爹，啊，你上街帮我买点东西。买什么？白纸、白布，还有红泥泥。你买这些做什么呀？别管了，帮我买来就行。哦。玲珑，哎，我要走了。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吴家东院。你还要回去啊？你疯了？我没疯。你回吴家东院干嘛呀？回去找死？还想让他们把你捆起来，再沉塘一次？这次绝不回。周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跟吴家纠缠了，好吧？沉塘之前我就说过，就算变成鬼，我也要回去。现在是时候。可你还跟我说过，等吴聘的100日祭一过，我们一起去草原啊。在我和吴家的恩怨没了结之前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周莹，你要是敢回吴家东院，我把你卖给沈星移。你敢？走着瞧。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啊？不知道啊？他干嘛呢？
在那儿，少在那儿呢。哎，师爷，哎呦，我说你师爷，哎，师爷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啊？你们谁又惹你们家少爷生气了？哎，我说，师爷，谁又惹着你了？没什么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是啊。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以前立过的那个卖身契，300两银子，我把周莹卖给你。记得。后来你不是给了我一个冒牌货吗？现在我决定要把真货卖给你，你再花300两银子，把周莹买回沈家。什么？哎，要不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，再便宜点，200两。四叔，你那个女儿啊，倒贴我都不要。哎，你不是发过誓，这辈子一定要把她收了吗？我改主意了。为什么呀？每次见到她都气个半死。为了我能多活几年，我圆着她脸儿。你要不把她收了，她就得死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她非要回吴家东院，我宁可让她跟着你回沈家，至少是条活路吧。哎，二星爷，听四叔说，你要回吴家东院。是。吴家东院已经没了，吴家东院还在。吴聘死了，吴伟文死了，周莹也死了，吴家东院的人都死了。谁说周莹死了？我还活着呢。是你还活着，你是被他们撵出来的，你早就不是吴家东院的人了。吴伟文和吴聘死后，吴家东院就是我当家，没人可以把我撵走，除非我自己想走。我不知道你要回去干嘛。我要去找回我的清白，夺回属于东院的股份。如果你命都没有了，你要清白有何用啊？要那些股份又有何用啊？如果被人欺负不能还手，被人冤枉不能洗清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？但是你别忘了，吴家其他几院的人根本就容不下你。你要就这么贸然回去，他们一定把你往死里弄。哼，这一次谁死谁活还难说呢。但万一呢？周莹，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，所以你的事我说了算。你可以不跟着我回沈家，但是我也不会让你回吴家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你不准走。沈心怡，你关不住我的。当年我既然能跑，那这一次，我一样能跑。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我都是在为你好。没事儿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死都不怕？我怕，但我更怕窝窝囊囊的活着。好，我放你走。谢谢你。这是你第一次对我说谢谢，也是你逃跑以后第一次心平气和跟我说的一句话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布屋宅的日子，每天有说有笑的，那多开心啊！
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一直待你不薄，你每次见到我不是打就是骂。那吴家东院军需作假，害死我大哥，坏事做尽。吴家东院从来没有造假，他们不是用松香代替血竭吗？我曾经提议用便宜的杜鹃花叶子代替血竭，都被吴卫文臭骂一顿。他怎么还会用毫无止血效果的松香代替血竭？你说什么？杜鹃花叶子可以代替血竭？你要再说吴家东院造假的话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心平气和。你要的东西全在这儿。想好了？是。真不要我帮忙？我一个人没问题。我让你帮我拦着他，你倒好，还支持他。你这个女儿，她决定做的事儿，有人拦得住吗？倒也是。我这个女儿啊，虽然她让我恨得牙痒痒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活着回来。大嫂，既然大哥根本就没把施一堂的大印传给那周莹，咱们还是遵守大哥写下的契约。这是1000两白银，请大嫂在这个契约上盖上施一堂的大印。周莹说了，这契约是权宜之计。他的话你也信啊？那3元典当行，当初老爷投进来14000两，你现在只给1000两，怎么都说不过去啊！大嫂，可这价不是我定的，是大哥定的。这样，大嫂，我再给您加1000两。那3元典当行去年1年的红利，也不止2000两啊。那这样，在2000两之外，每年我再给您2000两的分红，这样行了吧？老三，这个股份我真的不想卖了，你就跟从前一样，每季给我们东院分红好吗？既然你不想卖了，那我也不管了。反正我也只是一个占股只有20%的小股东，费不着我操心啊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那3元典当行从掌柜、朝奉到小工都是我请的，啊，我不干了，他们也不会接着干。大嫂，您趁早另请高明。到此。张妈，昨天晚上听到什么了吗？听到了，我正要跟你说呢。哎呦，这吓死我了！睡着。哎呦，怎么办呀？你去别院看看，你去别院看看。行。车下。
上你们都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。你们觉得那声音像谁？是少奶奶。不会吧？少奶奶一进东院，我就跟她在一起，那声音我最熟悉了，就是她。真的？你们别怕，你们又没害少奶奶，就算少奶奶索命，也不会害你们的。你那嘀咕什么呢？宝来，宝管家，昨天晚上你没听见？听见什么？我们听到了。人们都说呀，人死了之后，如果有冤情，就会阴魂不散。难道？说什么？少奶奶回来了。春雪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！你是不是长嘴还没长够啊？还有你啊，张妈，一把年纪了啊，也跟着糊涂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件事情以后谁也不准再提。我要是再听见，立刻掌嘴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不是你们还愣着干嘛呢？啊，看活去啊！大妈，我爹那天对您是确实不太恭敬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后悔了。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叮嘱我呢，一定要替他给您赔个罪。他还说呢，等您气儿消了，他亲自上门，任你责罚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一点口角过了就过了，没什么罚不罚的。可不是嘛！你看我们家吴玉，对你这个大妈呀，比对我这个亲娘还亲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嘛。吴玉倒真的是很懂事。大妈，如果您不嫌弃我，您就认了我这个儿子吧。啊，我倒是求之不得。有个人陪我说说笑笑，日子过得快一点。真的？那就这么定了。大嫂，我们挑个好日子，在神堂正式认下吴玉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大嫂，我们家老爷啊，是想把3元典当行交给吴玉管，你就把那70%的股份转给吴玉吧，反正吴玉已经是你的儿子了，转给他也不是转给别人呐。娘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啊，每一季的红利，我保证亲自交到您手上来，只会多不会少。难道你还怕你儿子坑你啊？那就认子的时候一并办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慢点，慢点。福来，你相信有鬼吗？我相信有鬼啊，但是我又没做亏心事，我不怕。哎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没有。你仔细听听，是风的声音吧？风啊！我可能听错了。走，继续。等等！啊，怎么了？
我好像听到一个女的在哭。你听啊，这声音这么熟悉，你说会不会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！老爷，你听说了吗？我都知道了。你都知道了？吴玉要入继东院了吧？现在东院都败成什么样子了，还要认娘？这你就不懂了。东院虽然破败，但典当行加上老宅子，总还值几万两银子吧？吴玉叫声娘，这几万两银子就到手了，这生意划算呐。明日午时，大嫂认了吴玉，在那契约上把印一盖，3元典当行的股份就再也跑不了了。你们家这个三弟呀，够精明的。你错了，我们兄弟4个最不精明的就是老三，可他有一个人精的老婆。这2天东院闹鬼，我让宝来严禁下人谈论这事儿。但是万一传到了正室的耳朵里，就又有的折腾了。那咋办啊？就怕夜长梦多。是东院闹鬼了。闹鬼了？是女鬼。有人看见，说是周莹。对了呀，我刚得一师卦，坤上坎下，可不就故人归来呗？真是他呀！哎呦，他那天临死的时候还说要变成鬼，要回来报复，还说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宝来。什么人？干什么？小人王世军软弱无能，陷害主母，罪大恶极。前来自首。认子仪式开始。吴家列祖列宗在上，今吴家第5代南院之子吴玉正式入继吴家东院，承继吴卫文为子。从今以后，生女生子皆为
东院子嗣。娘，这是儿子的生辰八字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谁啊？这是少奶奶，你放了我吧，我一时糊涂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宝来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太太太，宝来，你疯了！你们都看不见吗？啊，他在那儿啊，少奶奶在那儿，你们看不见啊？宝来，你疯了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少奶奶，虽然是我害了你，可是我也是受人指使的，哎呀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饶命啊，饶命！真的疯了！来，只要你说出是如何陷害我的，我就放了你。我说，是姑姑，她叫我把王世军引到那栋偏房，骗他喝下春药，然后再叫少奶奶你也引到那间偏房。待你走进去之后，将门反锁。他们两人真有奸情？没有，都是我胡说八道的。是谁杀了吴聘？是啊，住手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拖出去！拖出去！别动！二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散了吧。不，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，我必须弄个水落石出。你是谁？我是周莹。啊？你是人还是鬼？我是人。你还活着？如果我死了，他们陷害我的阴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。柳氏，刚才宝来说的这些，你怎么解释？二哥，宝来他都疯了，他这话能信吗？可你为什么拿？老爷，西安知府赵大人来了。赵大人，宝来受人指使，谋害主母，无畏双刘婉儿，威逼他人做假证害人性命，将这3人统统给我抓起来！是，不是我，是宝来弄的事儿啊！你们抓他呀，怎么能抓我们？这也跟你有关系。吴卫双，你将我娘捉为人质，威逼我承认和少奶奶通奸，是你害的少奶奶陈塘，是你杀了少奶奶。你胡说八道！你，我什么时候抓你老娘做人质了？难道孙永泉不是你的手下？难道不是受你的指使？赵大人，
这是我家务，我们自会处理，不劳官府插手，请放人吧。啊，周莹沉冤而死，如果这还算是家务事，那我这西安知府也就白当了。赵大人，我还活着。你这是？刚才宝来已经将如何陷害我和王世军的过程全部招供，吴家众人也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本是准备为你沉冤昭雪，没想到你竟然起死回生，自证清白。但民夫的夫君被人毒杀，凶手不明，民夫被人陷害陈塘，幕后主使仍在逍遥。恳请赵大人明察秋毫，严惩凶犯，伸张正义。你起来吧，我此次前来，就是为了这桩公案。来人啊，将所有的人犯还有人证，通通带回衙门审问。是。哎，别啊！放给我爹！放给我爹！走，你放给我爹！救我！赵大人，我大嫂，救我！四弟，快放开我娘！爹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娘，老人无病，你们6个人在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周莹，娘错该你了，当初是他错了，你对不起啊！我都没事，娘错了，嫂，娘，大嫂，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岳总岳总啊！娘，我真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对不起大嫂，你们孩子没了，给他好对了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今天一大早，老三就催我在那契约上盖上市一堂的大业。我想着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该就该吧。我真没想到是他们害了你。就这2000两银子，他们说以后还会每年给我们2000两红利。写在那契约上了吗？但是吴玉和吴卫双都亲口说了，难道还会赖账不成？为了那7成股份，这么毒辣的手段都用上了，赖账算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，以后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呀？少奶奶，黑线，少奶奶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少奶奶回来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夫人了。没事儿，不好好的吗？
万一这宝来不招，他再次落入吴家人手里呢？大不了我去吴家东院抢人去。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我不怕，闹大就闹大呗。哎，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真相大白，洗清冤屈了，是不是？喝一个。好，来干！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真的。总算又能浪迹天涯了。挑个日子，我们就出发。爹，我打算留在东园。哎，你跟吴家的恩怨不是已经了结了吗？只了结了怨，还没了结恩呢。吴家对你有什么恩？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段日子，就是在东院度过的。吴聘和吴卫文生前对我恩重，我不能把吴聘的娘就这样丢在东院，也不能看着东院就这样衰败下去。可是你留在那儿又能做什么呢？东院已然不是从前的东院了。哦，你想陪着那个老太婆一起饿死啊？我可以做生意赚钱。做生意也能赚钱？同样是察言观色、随机应变，可比我们在街头卖艺挣得多了。行了吧，你一个女人做什么生意啊？女人为什么不能做生意？要做生意也是我们男人做啊。我也可以啊。你可以什么呀？要我说，你就不如来我们沈家，继续回不务斋啊，每天爬墙上树、摔盆打碗、唱歌划拳，那多逍遥自在啊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爬墙上树、摔盆打碗、唱歌划拳。不是周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是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凭什么要看得起你？哎！你们怎么没说上两句又吵上了？都少说两句。坐。坐。周莹，我给你打个赌啊，就赌做生意。我如果赢了你的话呢，你就得回沈家给我做丫鬟，一辈子让我打让我骂。那如果我的生意超过了你就穿着女人的衣服，从泾阳的南门走到北门，并一路大喊：“我输了，我不如女人。”行啊，一言为定啊。哎，四叔，你别走了啊，留下来给我俩做个见证。好啊，这么有趣的赌局，我肯定是看出个结果再走。喝酒。怎么了，爹？嘿，我打死你兔崽子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爹！哎呀，别打了！四叔，你继续打，是我害了少奶奶，你就算打死我也不为过。你看，他自己都说该死。你就让我打个痛快吧！哎，爹，他虽然污我名声，害我差点性命不保，但也是事出有因，有人用他母亲的安危在逼迫他。孙永全说：“他说只想把你赶出吴家，我才妥协的。如果我知道他要置你于死地，我就算赔上我全家的性命，我都不会就范的。”王世军，你虽然不忠不义，但也算个孝子，我也侥幸逃得性命，此事就一笔勾销吧。
少奶奶，你宽容不求，让我更加惭愧。以后只要你吩咐，我王世军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你以后怎么打算？就算你不跟我计较，我做出这种事来，我没脸见人。我带着我的老娘离开此地，到外省去谋生。我打算重振东院，你可愿意回来，助我一臂之力？我害过你，都过去了。我害过你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愿意。我在此发誓，以后终身效忠周营。如有背叛，如有一心，当如此始。小姐，听说吴平不是周莹杀死的，而且他还活过来了。不可能，是真的。这桩奇闻现下整个泾阳都已经传遍了。明明就是他下的毒，害死吴聘的。吴聘少爷是被毒死的，这不假，但是下毒之人却不是他。那是谁啊？这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听说赵大人已经派人去查了，可是吴平少爷去世太久，线索都没了，估计跟当年沈家大少爷之死一样，又是无头案。谁说没有线索？明摆着就是周莹下的毒。不是的，但是不，就是他，他骗了吴聘哥哥，骗了吴叔、吴婶，骗了吴家所有的人，现在他又骗了赵大人。小姐。小姐，王大人来了。大人，他们来了。你是胡志存的女儿胡咏梅吗？咏梅拜见王大人。你爹的事儿我知道了，刑部的主审正好是我的童年。咏梅求大人施以援手，让我爹早日回家。王大人，这是我们胡家的一点心意。胡小姐，放心吧，你爹没事儿，半个月之内肯定让他回家。谢大人。谢大人。这杨管家和大账房留下来的账，都清查完毕了吗？那现在东院是个什么情况？回少奶奶，东院原来包括盐业、布匹、茶叶、药材、米号、油坊、酒坊7个商号，78家商行，在西安、四川、湖北、江浙等地均有铺面，但这些铺面和商行
都在军需案爆发之后，连同应收的账款，都被悉数充公。所有的掌柜、小工，也都全部就地遣散。你接着说。之前，东院还有几张军需的订单，但是都被通通取消了。以前库房的现银，以及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都在抄家时被全部抄走。也就是说，东院现在是要钱没钱，要生意没生意。是的。我和我爹还有100多两银子没花完。现在东院还有10几口人，100多两银子，也就能维持半年。那这3元典当行的股份，还有可能要回来吗？我看了夫人和吴月霜签的契约，没有可能。该死！对了，当初吴卫霜诬指你我有奸情，他说到一事，说我偷了吴嫔的砚台，交给你去典当。那砚台是怎么回事？是少东家交给我的。少东家让我把那个砚台到3元典当行当掉，然后把当票交给他，并且叮嘱我，此事千万要保密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少东家没说，我也没问。这3元典当行肯定有问题。二俊，我去看看。去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周莹也在呀。哎，是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。别介。少奶奶，我总报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我们听说少奶奶回东院了，你也回东院了，我们也想回东院。是。学徒房都已经关闭了，你们还回来做什么？算账、跑腿儿、管事儿都可以啊。扫地、砍柴、生火做饭、看家护院，我们也都行啊。对，我们都能做。少奶奶确实有重振东院的想法，现在也的确是人手奇缺，只是这东院已经不是从前的东院了，又穷又破又败，你们也都看到了。少奶奶担心的可是薪水，只要能让我们回来，大家一起做事儿，薪水微薄，甚至是没有薪水都可以。对，我们都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是对。谢谢你们。那少奶奶的意思是收下我们了？全收。重振东院，重振东院！少奶奶，你尽管吩咐吧。吩咐什么？吩咐我们做事儿啊。让你们做什么？让我想想啊。我们的店名，那可是前朝皇帝嘉庆爷给亲笔写的。我们卖的皮也好，品相好的可以直接当贡品献给皇上。要说这做水烟，我们依林峰如果算是第二，没有哪家敢说自己是第一。二位请。京城里的王爷贝勒如果生病了，指明要吃我们宁德堂的药，
哟，这么贵呢？好药当然贵了。您慢走，慢走。哎呀，歇一会儿吧。哎，这几条街上的大伤号，我们差不多都做完了。哟，少奶奶，哟，我和我媳妇儿可是天天念着您的恩呐。快快扶起来，扶起来！您先起来说话。我们见过吗？哎呦，您救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命啊！我……哦，对，你媳妇儿怎么样？好吗？好着呢。你好吗？好着呢。现在我们种的地啊，是你们家的。刚收了麦子，现在够我们一家人吃1年的了。啊，那你怎么在这儿了呀？哎，我没有其他的嗜好，就是干农活太累，得空就过来抽几口，缓缓神儿，也松和松和。哎，行，不耽误你了，快去忙。好，过几天我和我媳妇啊，一定过东院给您磕头。谢谢少奶奶，你忙你的啊。谢谢。对呀，我们家在北众山脚，还有50亩地呢。没错，我记得还是我去分给灾民们耕种的。就因为分出去了，所以抄家的时候没被抽出来。这50亩我们是免费租出去的，如果我们把它收回来，还能挣点钱。赵的，哟，赵先生，你也爱抽这个啊？我随便看看。对了，我正好要去找你呢。你怎么把吴卫双和柳氏给放了？你安然无恙，他们害人性命，只能算是未遂，该打该罚都已经拘解，当然要将其释放。那我的夫君被他们害死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他们承认捉奸有误，但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宝来。至于吴聘之死，更是一无所知。那宝来怎么说？宝来已经半疯半傻，甭管问他什么，都只会说3个字：不是我。是以什么都已经问不出来。那你查过吴家二叔他收到那封信吗？信上诬指我为毒杀吴聘的凶手。写着信的人，他就算不是真正的凶手，他也一定知道内情。此信我已经查过，信末没有具名，笔迹也不是吴家任何人的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有线索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但是，此案事发已经过去1年，吴家东院的许多人都已经散失，实在没有更多的线索。谢谢赵大人。等一下。夫人，此次你算是死里逃生，但洗冤之余，可曾反省？反省什么？你若平日谨言慎行，修身养性，怎会惹来如此弥天大祸？本官希望你能够吸取这次的教训，从今以后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像这样的嘈杂闹事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最好以后不要出现。我要是做不到呢？少奶奶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那儿看看。去哪儿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戏院呗。这种地方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为什么不能去？大人，我没看错吧？这良家妇女逛戏院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
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来都来了，沉住气。还是回去吧。哟，我说这位太太，你是不是走错门了？没有啊。找谁了？这是？那你是来找人的？我来看看。找老爷了。看看。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？有啊。哎，你这酒多少钱一壶啊？2两银子。那如果我让这姑娘唱一曲呢？5两银子。哟，这不是千红姑娘吗？哎，如果我要千红姑娘唱一曲呢？哎呦，千红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，要她唱曲儿啊，最少得20两银子。这位太太，你问那么多，是来听曲儿的还是来唱的？都笑什么笑？你们都别胡说啊！哎呦，那我们就胡唱呗。哎，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个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在泾阳我这儿算是大的，要是到了西安和京城啊，我这什么都不是啊。姑娘，来呀，喝一个。哎，干什么？是我们家少奶奶。来，我们坐这边坐过，玩这里呀。这是什么地儿？春风十里呀！只有姑娘啊，没有什么少奶奶。来，哎，哎呦，还有谁要我陪他喝杯酒的？哎呀，误会，误会呀！霞，你真是好身手。哎，要不我给你找个谁陪你唱曲呢？不用了，我今儿个银子没带够，下回吧。我们走。等等，还没唱曲儿呢。千红姑娘，你上回给自己赎身花了多少银子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头梁未遂呀！闭嘴！笑什么？闭嘴！闪哥，别走啊！好了，对推行洋务，我无不佩服认同，唯独他提出的重烟持禁，我坚决反对。我想这也是为了以土抵洋。近10几年来，洋鸦片固然绝迹，白银外流已经减少，税收也增加了不少，但是对于官吏、市民、便兵、虚役，甚至是妇人女子，尽皆沾染鸦片。长久以往，国将不国。大人莫非要在关中地区推行禁烟？我有此意已久。但是全国烟毒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大人此举仅凭一人之力，所在也不过关中一地，能够改变多少颓势呢？为国分忧，哪有量力而行？只能尽力而为。那大人打算从哪里入手？我打算以禁重为主，禁息为辅。只是重罂粟所得利，乃是重稻麦之10倍，小民趋之若鹜，要其掉头，只怕十分的困难。你所虑极是。这3元典当行是要不回来了，重新开一家，至少得要2万两银子。开茶行、皮货铺，人家都是从前朝开始的生意，我们做不过人家。这卖水烟，我们都没做过，不懂。开饭馆，
没个手艺好的厨子不行。关中禁烟倡议公告书，年来吴国禁烟之令，不啻3令5申。哦，对了，这禁烟的章程贴出去，民众反应如何？据我所知，大多数民众都说赵大人真是办了一件大好事。不过也有人跟大人唱对台戏。谁？我听说，有人刚刚把北中山脚50亩麦田改成了罂粟田，正准备大干一场。哦。哎，那不是少奶奶吗？她怎么来那么早？哎呦，你是少奶奶啊？怎么能下地干活呢？德叔啊，我们都劝了半天了，少奶奶你去歇着吧，这些活啊我们干就行。你们赶紧的，抢着这几天种完种子，明年我们可以再种一茬。等明年我们这地丰收了，我就自个儿在家熬鸦片，天天啊，想抽多少就抽多少，再也不用去那黑心的烟馆花那冤枉钱喽。老德，我可跟你说清楚啊，我种的罂粟只卖给药店，绝不可以拿来抽。好的，少奶奶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摔了一下。哎呀！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？哎呦，我这手划破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呢！这么多人。赵大人，哦，哎呦，找我有事？你可看见我今日下的文告？什么文告？赵某正在倡议，在关中禁种禁吸鸦片。啊？这是朝廷的命令吗？不是，这是赵某自己对鸦片之害深恶痛绝，欲用1年的时间引导民众禁绝关中境内所有的鸦片。也就是说，朝廷并没有明文禁止，一切都是自愿的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赵某还是恳请夫人把这些罂粟种子统统去除。赵大人，我们吴家东院几十口人，就指着这50亩地吃饭，你让我不种，那我们吃什么，喝什么呀？改种五谷也可糊口。你看看这周围，种这些的何止我们一家，何止这50亩地？你要禁，先去禁他们呀，何必跟我一个弱女子为难呢？谁呀？谁为难你啊？我不是要以女为难，而是我也下了决定，要将这关中打造成一方净土，所以务必禁种禁吸。你真要禁种禁吸，就先去禁土药税吏的布政使大人，再禁抽鸦片的巡抚大人，还有那个开烟馆的道台大人。你跟我一个种药材的老百姓较什么劲儿啊？赵大人，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干活，干活！
大人请回吧。啊，怎么说？小姐介意不说话。他们说，老爷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大半年都过去了，我们拖了多少人，花了多少钱，得来就2个字：没事儿。那如果真没事儿的话，那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小姐，你别着急，人家说了，老爷的案子还没定论，所以还不能放人。东运的案子都结了那么久了，我爹怎么还没有定论呢？再等等吧。还要等？请。请。杜老板，您慢走。杜老板，我是胡咏梅，我爹是胡志存，冒昧拜访，还望见谅。胡小姐，请。啊，给胡小姐沏茶。哎，请坐。哎，胡小姐，你这是？杜老板，求你救救我爹。是谁告诉你我能救你爹？今天我在巡抚衙门门口看见您了，那身着2品官服的巡抚大人都对您毕恭毕敬。我知道您一定有能耐。只要您愿意帮忙，我爹就有希望了。你爹的事儿，我略知道一点。胡小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把这些金子也带回去。杜老板，我会尽力的。杜老板，只要我爹能够平安回家，我胡咏梅愿意做牛做马，全力报答。你先起来吧。我只要答应你了，我一定不会失信。来，起来。杜老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咏梅没齿难忘。你回家等我消息。那我先告辞了。我送你。胡小姐，其实我们很久之前见过。我不记得了。那我爹的事就拜托您了。您放心，那你们一路小心。压轿。
放。起轿。他已经不记得我了，不记得也好。咱们受那么多苦，不就是为了忘掉过去吗？也对。他为胡志存而来，就成全他一片孝心吧。不过在释放他之前，我得再跟他谈谈。老爷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还疼吗？你说呢？都怪那个女人，要不是因为她，这回咱们吃不了这么大的亏。你还说？要怪，只能怪你自己。你说那宝来是你娘家侄儿，人很可靠，结果呢，却是个卑鄙下流胚，胡乱造谣不说，还害了东院没了后，害得我也成了这样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，他小的时候看着挺老实的。我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？那让孙永全绑了王世军的老娘，逼着王世军承认通奸，总是你做的吧？你咋能做出这种事嘛？我这还不是为了3元典当行，说到底。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南院吗？那你也不能使出这种手段嘛！你让我咋活人？将来咋去见大哥？我都还没哭，你倒先哭起来了。老爷，既然我如此不堪，那你干脆休了我吧。你以为我没想过？老爷，好了，别哭了。这种事我做不出来，要把你撵出这个家，这个家也就散了。都是我不好。你也是为了我。其实你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。赵白石审的时候，你为何要把全部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呢？我要是不揽在自己身上，那赵白石就要打你。这几十板子下去，我都成了这样，换了你，还能活命啊？可你这条腿，从此就废了。婉儿，为了你，别说一条腿，就是一条命，我也舍得。
周莹啊，你被冤枉这事儿，我和你四叔对不住你呀。我们俩都被他骗了，现在我们两院都不和他来往了。我没有怪二叔四叔的意思啊。我今天来呢，一是要谢谢大哥和一妹妹，在我被呈堂之际前来相救；二呢，也是要谢谢二叔和四叔，经常照料我娘还有我。这三呢，我也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二叔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一段时间来，我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吴聘的死。二叔，你说究竟谁会对吴聘下毒手？哎呀，吴聘的性子我是最了解，他为人宽厚，处事平和，我还真想不出会有谁会对他下手。是呀，我这想来想去，只剩下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吴聘的存在威胁到了某些人的利益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把他给除去。他们谁呀？吴聘临死前一直在暗中调查三元典当行。三元典当行？他假说路过，前后几次走进三元典当行，也曾在三元典当行对面的包间里一坐就是一上午，还让王世军拿着砚台去秘密当掉。那他查到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查到了什么，我只知道，在这之后的几天，他就死了。而巧合的是，后来南院诬陷我，将我陈塘，害我流产，也都是在我提出要将三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经营之后。你是想说，你和吴聘夫妻两人一碰三元典当行就遭遇非命，绝非偶然？那三元典当行东院曾经占股70%，但我听说一年红利最多也就2000两，三叔占股1成，那更加少得可怜。但我知道，在泾阳、西安同等规模的典当行，一年盈利可都是超过10000两银子以上。二叔，如果我的推测是假的，那再好不过了；如果我的推测是真的，那下一步危险的可就是西院，可就是二叔你了。周莹，你处心积虑地挑拨我和老三的关系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。第一，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杀了吴聘；第二，我们东院的股份是这么稀里糊涂就被侵占了，我希望西院不会成为第二个东院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刚刚当完我家青瓷瓶给我的那个当票。你看，我是真没想到我家青瓷瓶这么值钱。三哥，这玉扳指上回还当了500两，这次怎么只有400两？行吧，你这哥都叫了，500就500吧。可是利息还是老规矩啊，1分2。三哥，1分就够了吧？不是你这，三哥，拿了银子，我请你喝花酒去，还找上回那个百媚姑娘。这秦商走天下就是一句话，咱们是弟兄，妥了。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开票。来，票帮你收好啊。
回见。下一个，那谁？啊，放一点，小心放。我想问一下，有什么好问的？淡烟的锅是吧？让我看一下啊。也就这烟嘴啊，还能看，2两银子不能再多了啊！合适你就当，不合适啊，就赶紧走吧，我还忙着呢啊！你也不问问我是谁，竟敢撵我走！嘿，哪来的乡巴佬？你跑这儿来撒野？这儿可是3元典当行。你好日子到头了，我今天就撵你滚蛋，信吗？我呸！吓唬谁呢？来，跟撵走！孙掌柜，孙掌柜，出来！哎，孙掌柜，你吓我！别拦我！孙掌柜，你给我出来！二爷，孙掌柜，你给我出来！别拉我！二爷，孙掌柜，告诉他我是谁，告诉他。二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们那些小的计较。我今天非跟他计较不可，去，让他滚蛋！二爷，我让他给您磕头吧。不行。今天如果我放过他，那太对不起我的身份了。这平白无故的，又没什么大错，我们也不好撵人家呀。没什么大错。行，你去把他经手的账给我拿出来。我就不信凭我找不出他的毛病。去呀！你稍坐。同志来了吗？同志，老爷说他随后就到。都是你惹的祸，现在闹着要查你的账呢，你还不赶紧进去，让他消消火，快点啊！我这就去。二爷，我是狗眼看人低啊，我是真知道错了。二爷，你就饶过我这一回吧。我要是饶过你，我这股东就算白当了。二爷，你看这样成不？二爷，二爷，你能消消火不？不行，我再打。行了，别打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滚定了，而且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滚。孙掌柜，哎，二爷，我在呢。账呢？正在找，马上。一个账本要拿这么久，难不成你们的账也有问题吗？哎呦，二爷，您这是说笑了。二哥，哟，老三来了，来，给三爷拿把椅子。不，咋了，二哥？老三，哎，你哥我今天让你的手下给欺负了，你说这账怎么算呢？哎呦，好我的二哥！哎呀，你跟个下人置啥气啊？走，我请你吃饭，好好陪你喝几杯，再给你赔个不是。走，我气都气饱了，不吃。二哥，走吧。老三，我问你，这典当行，你多久来一次啊？我常来啊。冬至前我还来喝过茶呀。冬至前啊，那是半年前了，这大半年你就没来过啊？那我告诉你，真得查账了。这每个月30号，我都把账目送到老爷府上。是，我说的不是收支盈亏的大账，我说的是把所有的货、现银、存票全部查一遍。那这太麻烦了，至少得耽误10天半月。1个月也得查呀。不用这么搞吧。老三啊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我生气还不完全是这小子怠慢，而是因为
就这半炷香的功夫，我发现典当行有规矩不守，有法则不遵，一片散乱，一片混乱。孙永全，你这掌柜是咋当的？最近是有点松懈，我马上整顿。要整顿，那就先从账目开始。账目清了，一切就有谱了。你说的也是，老爷啊，查账没问题，只是现在正赶上月中，到处都忙啊，缺人手。等到月底清闲一点，咱们彻底查一查。那没关系，我账房上人有的是，我让他们来帮忙，就不劳烦西院了吧？我们西院也是股东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光拿钱不出力也不合适啊。这一次啊，就让我们西院静静心吧。老爷，行了，就听二哥的，你们的人来查账。不过我话说到前头，你的人我不管饭。老三啊，放心吧，我们自己管饭。二哥，不生气了吧？今天啊，你要是好好的请我一顿，那我就不生气了。二哥，今天算我的，请。来，我搀着你。走了，二哥。我今天啊，好好的发了一顿脾气，最后逼得老三同意查账。有眼不识而输，也的确该他们挨骂。哼，我跟老三已经说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带着西院的账房去典当行。他很爽快就答应了。老三这个人呢，我知道，没心眼，没心机。所以说，你说什么呢，他都能听进去。我觉得三元典当行的事儿，他多半不清楚。二叔是觉得是孙掌柜一人在捣鬼？但愿吧。行啊，你留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二叔慢走。哎，小五，过来。来了。少奶奶有何吩咐？我想让你去帮我盯一个人。婉儿。什么事儿？快说，我只有半炷香的时间。这次我们真得走了。为什么？明天，吴为我要到三元典当行查账。凭什么查？他也是股东。他这么小一个股东，还敢说查账？吴为双同意了。我去找他说，别让他这么糊涂。与其找他，不如我们一走了之，从此心安。现在还不是走的时候。20年前，我让你跟我走，你说你不敢忤逆你爹。后来你说吴玉太小，不忍心丢下他。待到吴玉长大，你又说钱没挣够。这2年，我零零总总交到你手上，也有2万多两银子，我们俩后半辈子怎么也够花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走。婉儿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每天过得有多么提心吊胆吗？哎呀，就查个账，你担心什么？我哪里是为查账担心？幸好宝来疯了，不然我们俩已经被看透了。婉儿，我有个感觉，我们不会一直这样幸运的。趁着一切都还没有暴露，趁着你和我现在都还安全，我们赶紧走吧。
婉儿，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是舍不得吴卫说。我要是舍不得他，我何苦在你身上用情啊？那，你就是舍不得他的银子。婉儿，20年前，就是他的银子把你给拐跑了。难道20年后，我还是敌不过他的银子吗？你干什么去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是疯了，我是疯了。我要是不疯，怎么会爱你爱到如此地步？表哥，表哥，你要是爱我，你就得为我着想。我要是跟你走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吴玉了。从此我的娘家也再也抬不起头了。那谁为我想过呢？谁为我想过呢？我一年过40，现在连个家都没有。我本来可以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掌柜，挣一份平安钱。可是自从吴聘死了以后，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明天一查账，我在泾阳就待不下去了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回陕西了。我是肯定要走的。婉儿，我最后问你，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行，我跟你走。好，但不是明天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得回去收拾啊！你给我那些钱，我有一部分拿出去放水了，我得收回来。这样，表哥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去找你。可我身上没钱，没关系，我这样也没法走。回头让林妈给你送过去。好。小心点儿。女的？是谁？太远了，没看清，而且那女的还穿着披风，戴着斗篷。那你怎么知道是南院的人？我一路跟着她，亲眼看见她进的南院后门。孙掌柜呢？应该回3元点的行了吧？小吴，你继续盯着孙掌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婉儿，娘，娘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你腿又不方便，还跑出去？让儿子跟你说。娘，你看，刚才啊，老凤祥店里边送了2个簪子，一个是绿的，一个是红的。我一猜啊，娘，你肯定喜欢这绿的。我爹非说你喜欢红的，我就跟他打一赌。娘，现在就看你怎么选了啊。
我都这么多簪子了，不用再选了。哎，可是你没有红宝石啊！上次王家夫人带了一根，我看你偷瞄人家好几眼呢。还是你有心。娘，别听我爹的，你快选吧，我还等着挣我爹的银子呢。选红宝石的，过2天我过寿，刚好带出去。娘，快选吧。行，那我呀，就选这只红色的。哎，来，10两银子拿来。不行，娘，你不是最喜欢这绿翡翠了吗？只要是值钱的，你娘我呀，都喜欢。对喽，愿赌服输，来。不算，爹你耍赖，你才耍赖呢！我娘明明喜欢绿的，你非说她喜欢红的。娘，这个钱你给。哎，这孩子耍赖呢！我跟你说啊，吴玉，你欠我10两啊，我给你记着了。你帮我戴上。好。林妈。孙掌柜，可算把你等来了。这小姐让我给您送来的，她让您去富平张桥等她，最迟3天就去与您会合。我家小姐还有一句话，她说，既然要走，就清理干净再走，什么也别留下。明白了。棉衣暖身，西凤暖胃，圆梦重温。婉儿，我等你。